全新监管者时空之影技能介绍。首先，该监管者具有2种形态，分为本体以及灵魂体。开局的时候，灵魂体是寄宿在本体身上的，玩家需要通过按键将灵魂体从本体上剥离，剥离后可以通过按键在本体以及灵魂体之间互相切换控制，也可以点击技能将灵魂体收回。如果操纵灵魂体，灵魂体这边具有极高的移速以及无视板窗的能力。灵魂体在求生者附近时，求生者除了看不到灵魂体外，也不会有心跳。其次是求生者在本体以及灵魂体的恐惧半径内时，求生者的视野范围会缩小。像这里，求生者进入到了灵魂体的恐惧半径内，屏幕周边会暗下来。另外，灵魂体的恐惧半径是本体的一半，除了刚刚的视野影响外，可能也会影响小女孩在恐惧半径内无法传送。然后是关于侵蚀度，求生者视角内有本体且距离本体小于15米时，会以每秒4点增加侵蚀度。当侵蚀度累积到100点时，求生者将不受控制的移动3秒。如果此时在本体的恐惧半径范围，求生者将缓慢向本体位置移动3秒。像这里击球手虽然视角内有监管者，但距离不够，所以暂时不会增加侵蚀度。然后下一个画面，虽然击球手在本体恐惧范围内，但视角没有朝向本体，所以侵蚀度也暂时不会继续涨。但之后视角朝向了本体，以至于侵蚀度逐渐增加。然后本体这边点击技能可以释放远古之面，如果求生者在15米内看到远古之面，那当前行为将会被打断且增加40点侵蚀度。像这里虽然隔着一道墙，但击球手依旧还是受到技能影响。除此之外，灵魂体这边也可以释放该技能。如果灵魂体是寄生在求生者身上时，可以通过长按选取落地点位置释放技能。然后灵魂体这边可以附身在求生者身上，附身后会在原地生成一个石头，求生者如果处于石头范围内，将会以每秒9点增加侵蚀度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求生者是可以拆除石头的，但石头在生成后的40秒内无法被破坏。其次，本体这边可以透视被附身的求生者位置。此外，被附身的求生者脚底下会有视角朝向提示，监管者可以根据视角朝向来决定何时使用远古之面。然后附身的灵魂体可以主动脱离附身状态，也可以通过本体主动收回，亦或是灵魂体通过释放远古之面脱离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脱离后再次附身的冷却时间是40秒，求生者被击倒会重置该求生者的附身冷却时间。另外，倒地状态下也可以附身，控制附身的灵魂体可以盗取该求生者所能获取的轮廓信息、快捷消息。像这里击球手倒地后会显示队友位置，监管者在灵魂体状态下也可以看到其他人位置。然后是石头的另一个作用，本体状态下可以选取场上的石头进行传送。监管者的传送技能没有时间限制，但每个石头传送后需要等45秒后才能再次被选取传送。另外，场上最多只能存在6个石头，并且每个石头最多存在150秒。然后一阶技能这边是降低求生者被附身的冷却时间，二阶技能则是每次传送会在该石头范围内释放1次远古之面，会影响范围内的所有求生者，并且增加40点侵蚀度。除了以上这些外，视频中还可以看到铅气球状态下也可以使用远古之面技能，不知道大家给该角色强度打几分呢？最后，新监管者将在11号上线共研服，大家如果有什么想测试的内容，也可以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